我刚读大学时认识了正在读大4的他，我们很快发展为情侣。刚在一起时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在一起1年多后，我正在读大2，他刚大学毕业，我们就领证结婚了。结婚后吧，我感觉他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像个长大的小孩子，学习和婚后生活无法兼顾好。我为了迁就他呢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无法平衡好。我为了尽早成为他的妻子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也承担了很多流言蜚语。毕竟我还是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学生，我需要同时履行学生和妻子2个方面的责任，我的压力真的好大。我觉得我只是希望他可以更成熟，更为我们的未来考虑。只是目前的状况让我真的很迷茫，我不知道如果他继续这样任性下去，以后我们的日子应该怎么过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沈先生，23岁，来自浙江，建筑设计师；徐女士，21岁，来自湖北，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23岁是吧？对，是。你留个小胡子，酷是吧？不是，因为这不结婚了嘛，得显得不，大声的告诉大家，这不结婚了嘛，所以得要显得成熟一些。好，结婚的概念是办酒席还是领证？你们告诉我。领证。领了证。你现在在读书对不对？对，大2。大2。对。我们只能说现在真是赶上好时候了。只要到了法定年龄，就让你结婚嘛，对吧？你们俩是认识多久打算结婚的呀？就我们大1的时候认识了他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大4。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结婚。为什么呢？然后我觉得就是谈恋爱就得踏实，对对方负责。所以结婚就是负责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对感情认真。然后双方父母也同意啊？同意。我当时是这样跟我妈妈讲的，我觉得感情稳定下来了，我可以更加用心的读书，他可以更加把就是注意力放在工作上，然后我觉得对彼此是有好处的。哦。学校老师怎么看？同学怎么看？羡慕你吗？那些同学？羡慕。2位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呀？就感觉结婚之后跟双方设想的都不太一样。哈哈，结婚多久就不一样了？就小半年。结婚之前的时候，感觉他挺宠着我的，然后什么事情也挺迁就我的。然后结婚之后，他又对我要求就变多了，就一点都不理解我，不体谅我。哦，那咱们详细说说呗。主持人大4的时候我认识他，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样，我就陪着他。都满足他，但是现在我这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我得正式工作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。但是他还是很粘人，还要我有的时候陪他去上课。就打个比方说吧，就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，陪他去上晚课，然后那老师吧把我赶出去了，他当堂就想和老师争一下。我就害怕他因为这个事儿，这课就他有一些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就老师他自己也有错误呀。我们大学里面是没有明文规定的，就是说这个课不是你的课，你就不能过来。而且你当时你在课堂的时候，你没有影响到任何人，他把你赶出去，然后纯粹是因为他自己一个思想古板的原因。而且就是那么多人，他当众把一个人赶出去，我觉得他就是不尊重人的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有权利，然后质问一下他，你是不是不尊重人？我觉得人人平等嘛，对吧？学校既然把这一门课安排给了这个老师，那他作为这个任课老师，他是有自己的权利来维持他自己课堂的秩序的。没错。那就算就抛开这个角度，我也愿意陪着你，但是我陪着你的时候，你那心思肯定就不能放课上了呀，你还会分出来给我。那说到这个事情，我还要问你了呢，你不觉得你很多时候就一点主见都没有，然后你给不了我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吗？我怎么没主见呢？我之前大1的时候，我想转专业，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一些就好的建议和意见，然后结果你什么都顺着我说。但是那你这你要，我就错过转专业的时候，然后再到考 ACCA 这个事儿，我当时跟你讲说我想考 ACCA，然后你跟我讲，那好，我支持你去吧。然后最后我名已经报了，我5万多块钱的学费已经交了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说，好像国内 CPA 更好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你和我说了之后，那我也去马上去问我学会计的一些同学。问出来说，他说就是国内的话 CPA 的认可度比较高，然后我知道了，我也马上就告诉你了。他告诉我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学费都交了，那我还能让你把学费退回来？然后你要说你要转专业转不了了，你要学些别的，那我肯定支持你，我不可能耽误你的前程啊。但是我感觉你现在在你的那个概念里头，就觉得我每天从来不学习，我每天很闲一样。那我回等一下，来，我带了一个东西过来，就麻烦工作人员，然后把我那本书带上来。啥意思啊？
就这个是我学 ACCA 的书，他平时觉得我好像从来不学习一样，觉得我很闲一样，然后这样给他看一看，上面写满了左野老师写的字，你看是你写的是吧？是我自己写的，对。要看看吗？我封面都学没了。这个我相信大家这会儿可能有点恍惚啊，就是你觉得好像这是一对学生情侣，其实人家是一对夫妻。大家会说怎么夫妻谈这个呢？其实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也是分阶段的，在他们这个阶段肯定是跟他们生活最密切的事情发生冲突。男生是希望女生能够好好学习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在家里，我也没见他就是花心思学习啊。我下午3点钟下课，我一到家已经4点了，我要马上买菜做饭等你回来。你吃完饭之后，我又心疼你，我不舍得你做其他的事儿，然后我又要洗碗，我要做家务。有时候我在家里面洗衣服，洗衣机里面洗嘛，然后有时候就会忘了晒，就放3、4天，然后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拿出来晾一下呢？洗衣服你丢进洗衣机里，那又不是你自己在洗。就算是这样子，那我平时我自己在家，我是这样的。就是我学校那边找了个小区里面整租的房子，然后我平时我自己的娘家就是杭州本地的，然后因为这样子他要住在一起，娘家，那不一样，那不就我也不跟自己住在一起，那不就是娘家了吗？啊，行，那你娘那叫对对，然后我因为他要我陪他，那我肯定白天上班，晚上下了班回来陪他。那我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衣服全都是手洗的，这样我觉得才叫洗衣服嘛。你丢洗衣机里，你还是说你自己洗的啦？合计着你还嫌弃我没手洗是吧？我每次用洗衣机就是洗衣服、晒衣服，你该有个惯性思维吧？那行吧。那我看见了我也会晒啊。那好，我算你没看见。那一次就是我实训那一次，我走之前家里面1桶脏衣服在卫生间里放着，我回来之后还有1桶放着。我实训出去3天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把它洗一下晾一下呀？那你那一天我不是和你一起出的门，我把你送上了车，你就跟车一起去了，然后我就你周末不在家，我就回一下我自己娘家，有问题吗？很难理解吗？不难理解。而且那平时因为他就是以前是外地的嘛，从小和妈妈2个人住在一起，习惯了那个就是比较小的安静的一个生活圈子。对啊，那我家里面，所以你这人一多，你又回去，你又不开心，你就不乐意回去。哦，你觉得我不乐意回去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回一下家怎么样吗？你能不能为我着想一下？我一个外地人，我每次回他们家，家里面一大家子人就跟我说话，然后讲一口方言，然后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连蒙带猜，然后就是还跟他们就是强颜欢笑讲3、4个小时，我多累啊！人家老年纪大了，学不会普通话，不会讲普通话，只能讲方言，那我还去怪人家？我说你不行，你不能对我老婆讲方言，你要讲普通话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就听不懂，你还怪我了？那这方言，那我能怎么办呢？你没办法跟人交流，痛苦你懂吗？那我也没不给你翻译，我也教你啊。拦一句啊，哎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没结婚之前这个矛盾没有吗？没去过家里吗？去过，很少去。谈恋爱之前，因为他说他结婚之前他就和我说了，他说以后不希望和家长住在一起，我也答应他，同意他，我说可以的，好的。那我结婚之后不也每周都陪你回去吗？不是，打小是跟母亲住在一起。对，因为我小时候我单亲家庭嘛，我就跟我妈妈在一起住，然后家里面人一多，我就真的不习惯。就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环境。而且他们家讲方言，就我也真的是听不懂，我确实听不懂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这么听下来，除了那些看来挺表象的，这才慢慢的接近了冲突的本质了啊。这么判断，女方跟男方家里的关系不是很好。然后后面我家里人也开始抱怨我了，说你有家不回，那我也很苦恼。所以他那一天不在家里面，那我就趁这个时间我回一下家，然后衣服也就没那个。然后，你觉得你回家回的很少是吗，李？我跟你结婚之后，然后每周都陪你回一次家。那我问一下你，我妈妈她自己一个人，她在湖北待着，她跟我2个人相依为命这么大，你想过她没？我1年回去看她几次？你走开，我不要。你想过他了吗？那我之前跟你讲说把他接过来，我也没真的很情愿啊。我怎么不情愿呢？我妈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没不让他过来呀。你说要过来，我很欢迎。我说让他过来好，但是你也说了，你们家里的情况，你从小跟妈妈2个人在一起都不喜欢喧闹的环境。那我家那边亲戚人又多。不可能让他和我家里人委屈他住在一起啊！
那咱们又是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在学校边上租的房子，那过来那不一样吗？再说了，我这刚毕业的，你能让我也没这么大能力，我说在杭州那边再弄个房子给他住啊。你还知道家里面经济条件不好啊？你还知道啊？那你把钱借给别人，然后别人不还，你也不找别人要，你为家里面考虑过吗？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你借给别人多少？这不还了一半了？另外一半呢？哎，借了快1年多了耶！我跟你讲，主持人他就是个老好人型的。他平时就是因为我们跟室友住在一起嘛，然后就室友有的时候就侵犯他的权益，欺负他，然后他从来不说，自己吞着。那你还说别人侵犯我权益？谁最伤害我？还不是你？我有一天晚上我加班，我说我不回来了，宝贝你去外面吃一点，然后他跑出去跟人家出去吃路边的，把肚子吃坏了，和我说好痛。那我肯定老婆要紧嘛，那我就把手头的事情放掉，我回来我陪他去医院。然后他拍了一个照片，发了个朋友圈，结果看见的人都来问我，你怎么把你老婆弄进医院了呀？那吃出问题来是我想的吗？你怎么不怪在路边摊呢？而且我发朋友圈，我是就为了向大家说，你看我生病，我老公陪我去看病，我老公多体贴，我是想表扬你的呀。但是真正关心你的人，那不都还是在想我，在怨我的吗？那别人怎么想，然后我不是这样想的呀，那就是一个脑回路不一样的问题啊。那你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把我妈接过来，让我妈照顾我呢？我妈把我照顾的可好了，然后一直到嫁给你之后，感觉就很多事情都不好了。那我这得工作，我怎么什么事情都为了你都帮你操持好呢？那我不工作那怎么办？咱们这家怎么办？问一下，慢慢的听出味道来了啊！你想象当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就是我好好学习嘛，然后他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打扰他，家务有一些事情我们共同承担。就我其实还是想着就跟结婚之前一样，然后我们还可以就一直跟结婚之前那么甜蜜。那这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呢？在你的想象中？就我感觉，首先就家务上面我做的多一些，我每天很累，我每天上午。哎，你后悔结婚吗？我的字典里没有后悔这2个字，因为本身就没有意义。其实后悔有时候也有意义嘛，后悔也是一种情绪嘛。就我上这个节目，你的字典里面有后悔吗？没有，当然不后悔。后悔当初干啥还费那么大事情呢？所以还是想好是吧？对呀。那你听明白他说的话了吗？他就是觉得我没有以前像那样体谅他了，他觉得我就是人变了。但是我以前确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工作。不，你看我没有正式工作，那压力没那么大。你的描述方式永远是解释，我只是说你理解他要什么。我理解他，你娶了个你这样，你给我描述一下，你娶了个什么样的太太？肤白貌美大长腿。你介意你娶了一个生活里我是中心的女人吗？当然不介意。他怎么样我都。那你就记住了啊，以后别说了，你去做就好了。因为至少今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女性。我是世界的中心，我想要的我一定要得到，我想做的我一定要去做。这生活哪有那么简单啊？哪有那么多的一定啊？我以前就是都围绕着他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我没那么多空间让我去。你解释有用吗？没用。对啊，你解释是没用，你尝试其他的方法。所以大家听到了前面的那么多琐碎的这个争吵，其实在背后是什么？就等一下，主持人，你们并不互相了解。他说的想好好过，把你们的原因、理由先扔在一边，你们让老师们好好给你们分析分析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，应该怎么办？不要再吵了，吵没用嘛，吵了半年了吧已经，幸福的恋爱的时期很幸福嘛，这结婚怎么就像那什么一样？就是都积压在一起吵出来的，就平时都还好，就积压多了之后就会吵。行吧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05年开始呢，我们就取消了这个高校的学生禁止结婚的条例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很多的大学生情侣会选择在读书期间走进婚姻。我们不禁止，但是不代表鼓励。我想跟女生进行一个对话。因为我本身也教书嘛哈，我想问你，我是老师，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没有交学费，可以来听我的课吗？如果你今天可以带着你的老公进来，明天他就可以带着他的爸爸妈妈进来，后天再给我领个娃进来，
我今天的课怎么上？你尊重你的老师吗？到底是谁不尊重人？他的父母希望儿子在周末的时候回家看看自己，而且家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作为人家儿媳妇儿，听不懂人家那异国恋都能正常交流、友好相处，你们都是中国人，有什么听不懂的？慢慢听嘛。真的没办法交流，没办法交流就坐一会儿，一周就那么2个点儿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就像赵传老师讲的，这个地球啊不是一直围着你转的，你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不是所有人都要以你的意志为转移。你今天在这歇斯底里的在这哭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到你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？就你惯的，你养的你就得忍，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就别惯着他。你们俩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你不是累吗？啊，我又做妻子又做学生，回归单一社会属性。周末的时候回到家里来，周一到周五在学校给我住着，谁让你申请外宿的？你周一到周五好好的给我去上班，不要早退，不要迟到。周末的时候一起做做饭，一起享受你们的甜蜜，一点压力都没有。明白了吗？因为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当我忙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精力再忙另外一件事情了。那我们就周末的时候好好享受我们的甜蜜，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各自去在学业上、在事业上奋斗，因为只有1年了嘛，大2了，马上大3、大4就实习了，也就只有这1年，我们这样平安的度过去，明年你们的矛盾会越来越少，好不好？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泽言老师啊。你知道自己平时跟人说话的时候带有很强的攻击性吗？自己能感受到的。有的时候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攻击性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从小有一个不安全感，时刻充满了攻击性，这是一种自我防御。还有就是你特别早就想结婚，其实也是一种不安全感造成的。对于他来说是什么？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弹簧压到底了，他觉得结完婚之后这个弹簧能不能松一点？你要的是结婚之后，我这个弹簧可以压得更狠一点。你们2个人对结婚的需求刚好是相反的。结婚了之后，你们又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低估了生活的复杂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你们才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，到最后就崩盘了。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，不要再把自己绕成一团乱麻了，越绕越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其实男生骨子里并没有把女孩当成自己的妻子。你骨子里把它当成什么呢？还是一个学生，而女生呢，已经把自己作为2个角色了，一个是学生，一个是妻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不需要做家务，你只要学习，但你偏偏要去做家务。但是这一点他领会不到，迄今为止没做过后悔的事情，是吗？对。未来也不会吗？我觉得后悔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暂且不说它有没有意义，你觉得未来会有吗？我相信不会。你相信不会是吗？对。那你果然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，恰恰意味着你马上可能就要吃大亏了，也可能是学业，也可能是婚姻，未来有可能还工作上都是如此。就比如现在你做出的种种的反馈，至少目前这个阶段看起来是错的，因为在你现在这个阶段，你第一，你不喜欢本专业，你面临着换专业，也就是说你要应对2个专业的考验，对吗？对。第二，你本身对妻子、对家庭、对未来的这种幸福生活是非常憧憬的，你治愈了他不可出现错误的状态。你是一个自我要求蛮高的人，并且呢比较有执念，但是执着和固执这一字之差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要固执，好不好？好。对爱情有很好的憧憬没问题，先解决眼下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业，好不好？好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。结婚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你觉得结婚好玩吗？没我想象的好玩。所以其实你是后悔了的。明明是个黄毛丫头，你学别人穿什么高跟鞋呢？这节目组要求的呀。你看你的情商有多低啊！我说的是你今天穿高跟鞋吗？就是好。我所指的穿高跟鞋，意思是明明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为什么要偏偏装大人，学别人做妻子？我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没有历经社会，还没有学会怎么走稳，你穿高跟鞋一定会摔跤吗？
但你摔跤了以后，孩子就会老想着别人来扶自己，但成人会学会自己爬起来。所以其实你内心是后悔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单亲家庭的孩子应该更懂事儿，而你不是，你很少为别人考虑。但这不能怪你，因为你只有这么大，但是偏偏是你自己选择的结婚呢。你以为你的母亲可怜，但是你可曾了解过她内心深处？一个46岁的女人完完全全可以重新开始，即便不重新开始，因为女儿已经读了大学，结了婚，觉得这男生还不错，各个方面也靠谱，其实她是放下了一个担子的，她心里是轻松的，她可以跳跳广场舞，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你怎么会以为她可怜？其实你不是以为她可怜，你是觉得自己可怜，因为你觉得你在杭州没有家，因为你的母亲不在杭州，不像她一样可以回家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我妈妈她自己也跟我讲，她又总是会跟我面前委屈，就说你现在总是回去陪她父母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我怎么办？她有时候还会跟我哭，就哭得很伤心。她有时候就说自己，就我都不想活了这样的。然后我也没办法。那你母亲为什么不可以到杭州来租个房子呢？她这个也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嘛，那你有没有反问你母亲？那你要我结婚干嘛呢？我结婚你到底是痛苦还是幸福？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这个问题，重点是什么问题？我自己是承受这方面2方面的压力的。然后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你母亲的的不好的情绪传染给了你。如果说女儿结婚，不是我心里放下了担子，而是眼瞅着她在那儿有了家，她经常去到男方的家，而我作为母亲，我感觉我嫉妒，我冷落，我孤单，那你要女儿结婚干什么？但我相信母亲的这种情绪是真实的，对，但是这种真实本身也只是一种情绪而已，因为世人都会这样。将来你有了孩子，结了婚，你看着你的孩子经常往对方的家里跑，他内心也会有小小的嫉妒，也会有情绪，但总体来说，如果他是幸福的，父母内心就是放心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说今天时至今日你所遭遇的一切，那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现在唯有做的方式就是调整自己。其实你结婚也早，你也才迈入社会不久。其实你们俩都挺后悔的，都觉得结婚不好玩。我告诉你，结婚就是不好玩的。但是婚姻本身是认知自我的过程。你找一个人跟自己过日子，不是让他来由着自己任性的。你找一个人，对他付出，对他关心，获取他的爱，其实是认知自己的过程。当你歇斯底里的对他说你这样对我不好，那样对我不好的时候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当初找他的时候，结婚的时候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想想自己的那个初衷到底是什么？你也是一样。至于母亲的那些情绪，可以接受，可以理解，但是总体而言，母亲希望的是自己幸福。所以要让母亲放心，要让母亲不可怜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好自己现在的生活，她就幸福了，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为什么很多小孩子跟特别有名的演员在一起演戏，那些名演员就是演不过小孩子？因为小孩子有信念，我演的就是这个人。所以演员最重要的信念是我相信我是这个人。你们给自己写了一个剧本，这个剧本叫幸福生活，但是你们演的时候没按幸福生活来演，你们俩跳戏了。所谓跳戏是什么？你这戏得有人设呀，在人设上面，你老公就给你了你一个人设，这戏没法演，肤白貌美大长腿。还有别的？你没说呀？不可能一句话就全部说完了。那接着说。心思直，没啥坏心眼儿。还有呢？啥事儿都挺对我考虑的。还有呢？任性。还有呢？太多了。这就叫对一个人不了解。当你了解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句话完全可以形容这一个人，那是因为你不了解，所以你不相信啊，你这角色你不知道怎么演啊。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了解我对我好，那叫温柔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任性呢？
怎么又冒出来一个不体贴呢？就你们根本不相信对方是谁。结婚这个事儿不跟演戏一样吗？你不能跳戏啊，所以不跳戏是什么？就是承认，我的老婆就是有这么多问题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我的先生就是这么一个德行，我能不能接受？我怎么办？能接受了，所谓的磨合才开始。相信爱情吗？相信。相信爱情吗？行了，那你们就记住老师的话，该怎么着怎么着吧啊！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大一的时候认识你，然后大二的时候就不顾一些世俗的眼光和旁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嫁给你。我怎么样对你，你怎么样对我，我觉得我们都清楚。我也知道结婚跟谈恋爱不一样，以后在学习和生活上的事儿，我会尽自己所能，兼顾得越来越好。在有些事情上，你也理解我一些好吗？我一直都很爱你，以前、现在、以后，一直都很爱你。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太任性了。我已经不是学生了，我身上有些责任和负担，我没法和你说。我怕给你带出压力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真的应该给自己相处，不是给自己冷静的一段时间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唯一能取代你在来，请亮灯。我心上。好好回家吧啊！来，这礼物送给你们。哎，老师们的建议，希望你们好好考虑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哦，绝望的